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分享末日进程里面第二个主题，末日光景。在以前我们都谈到了教会会面临的什么样的光景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同样警告在末日我们会遇见的大灾难。耶稣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耶稣说，在末日将会发生创世以来所没有过的大灾难，但是因为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缘故，神将这个灾难的时间缩短了，否则凡在这个地上的一切活物都不能够存留。耶稣把逻辑说得很清楚，是因为保留以色列，所以缩短灾难。因为灾难缩短了，也同时保护了其他的人和生物。末日的灾难不是针对以色列，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发生，而是全世界。但是全世界又因为以色列的缘故，神会缩短灾难，保留他所拣选的人。那这个是一个大灾难的一个循环，一个逻辑，一个次序。会有大灾难，但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，神缩短了大灾难。在这个大灾难里面，有神要保留下来的人。那什么样的人是在这个灾难当中神所要保留的人呢？约珥书说，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在大灾难里面一定有逃脱的人。那以赛亚书神说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。那这句话它的对象指的是聚集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大军。在这个大军的这些军人里面，某一些人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做记号，然后让他们逃脱。那这些逃脱的人呢，神要他们做什么？神说，我要差他们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贡的路德和土巴雅宛，这些指的都是在欧洲，和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，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邦。所以这个是上帝要参与大战的那些士兵们，神会拣选某一些，让他们看见了神荣耀的作为，然后让他们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去宣扬神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。所以末日虽然有创世以来的大灾难，但是在耶路撒冷，在列邦中，甚至于是在攻击耶路撒冷的大军中，都会有余民跟着降临的基督一同进入千禧年。所以这代表了大灾难它不是上帝随机杀人的工具，砸到谁算谁倒霉，杀到谁就算谁倒霉。上帝不是随机杀人的一个工具，上帝他自己清楚他在做什么。就像约书亚打发12个探子去查看将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方，那摩西所打发的那些探子回来，他们向百姓报恶信，以至于所有的百姓就发怨言，不肯进迦南地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如回去吧，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？所以这些报恶信的人，神就让他们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那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亭跟摩押的百姓一起行淫乱。这些米甸的女子呢，叫以色列人来跟他们的神献祭，吃他们的祭物，跟着他们一起行淫乱，然后拜他们的鬼神，以至于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用瘟疫在他们当中发作，然后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。所以这24000人是什么人？是那些跟着一起拜偶像、吃祭物、
跟着一起行淫乱的这些以色列人。上帝鉴察得非常清楚，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用瘟疫让那些人被击杀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末日现象的第4个单元大灾难。我们不是要来让大家对未来产生恐惧，不是要为大灾难一定会来而产生惧怕，惶惶不可终日，而是我们要对那个掌管天地的主有敬畏的心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下迎接神。当神要降临西乃山的时候，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而且角声甚大。当这些百姓看见了又雷轰又闪电又密云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，他们战战兢兢的站在山脚下，看着整个西乃山冒烟，然后神又在火中降临，整个西乃山就像被烧了一样。他们又听见角声高而又高，摩西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跟神说话，然后上帝还有声音回答他。所以这个百姓听见了雷轰、闪电、角声、冒烟的山，全都远远的站立，然后跟摩西说，上帝跟你说什么，你直接告诉我们就好了，我们不要站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继续听继续站的话，恐怕我们都要死了。那摩西怎么对百姓说的呢？摩西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所以这是上帝用这样子的雷轰、闪电、密云震动，还有极大的声音，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认识神的威严。同样的，神也用整本圣经多处都提到末日的大灾难。上帝不是要我们来惧怕这个灾难，因为他是掌权的神，他是全地的主。上帝借着这个大灾难，是要我们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，并且要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童女，能够利用所处的环境、资源，还有自己自身的能力，能够去为面对末日的灾难做合理的预备和调整。如果我们不需要去预备，上帝就不需要告诉我们。上帝要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去预备，要去调整，让我们人生的方位能够调整定调在上帝所指示的那一个场景、那一个状况里面。就好像今天老师要考试，他会把出题的范围告诉学生，那他告诉学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学生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做预备，这样子你在考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容易过关。如果你随时是一个预备好的，当然是无话可说的。但是有的人是比较迷糊的学生，所以老师把这个范围缩小，让你能够针对范围去做预备。所以当然面对大灾难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一直敬虔生活的人，我可以说上帝量给我什么日子，我就预备什么日子，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但是如果不是这样，很多人可以说，上帝你有大灾难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害我来不及预备。所以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做有预备油的童女，这样子你才可以跟着新郎一起做喜。所以上帝把大灾难放在整本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做预备，去做调整，好叫我们在这日的时候能够经历看见神荣耀的同在跟保护。那我们先来理解末日的定义。有一种末日的定义是复活被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叫做末日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边说，耶稣说，
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所以耶稣这个地方的末日是到什么时候？到复活的时候，到被提的时候。到被提的时候，那是耶稣末日的定义。那另外一个末日是指着白色大审判的时候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那什么是审判的日子？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所以这边耶稣说的末日要审判他，这一个审判是什么？在白色大宝座前。那白色大宝座是什么时候？是千禧年之后。所以你看，耶稣的末日又拉到千禧年白色大宝座的时候。那另外一个是老约翰的说法，老约翰的说法是从西元开始没有多久，就已经是末日了，而且不单是末日，还更是末时了。老约翰说，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。你们曾听见说，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如今是末时了。所以这是老约翰，当他在拔摩海岛看见耶稣揭开七印的时候，就已经揭开了末日的定义。三种对末日时间的定义，那我们可以理解，末日它是一个动态的时间状态，不是哪一个时刻，是一条时间轴。从耶稣在拔摩海岛启示老约翰关于末日的一切景象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景象呢？就是老约翰所说的，在启示录6章所说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好，这个你来就是开启了神拉开末日的序幕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解读末日的灾难，它是一个已经发生了2000年的状态，因为那匹马已经跑出来了。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这个灾难它所发生的次数和严重性，也就是它的力度和密度，是随着基督第2次降临的临界点会越来越严重。那这个大灾难的次序，在我们以前分享过末日进程的7印7号7晚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已经分享了它的每一个阶段，神所设定不同的灾难，还有神所针对的对象和目的，以及信徒要如何的与神同工。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分享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用简单的概述大灾难的性质和信徒应当如何面对。耶稣有明确的说，末后的日子必有大灾难，所以会有大灾难，你再怎么祷告都会有大灾难。这像什么呢？就好像神跟犹大国说，你们要被掳70年之后回归。请问他祷告有用吗？没有用，照样要被掳，照样要70年才会回归。那个时候有假先知说，再2年他们这个被掳的人就会回来了。结果说这假预言的呢，就死掉了。所以如果上帝已经定调非常明确的，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神所定调已经计划的这一些步骤次序里面，如何摸准神的心意，与他同工，
而不是避开掉。当但以理他祷告求神纪念耶路撒冷，是因为他们的70年满了，他们已经付了他们的代价了，所以这时候神会垂听他的祷告。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大灾难，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明白神向这世界的心意，还有神向他百姓的计划。那这个才是我们要面对末日的一个态度。